林肯，盘子碗给你刷干净了，然后那些吃的给你放冰箱里了，不然它坏。行了，那收拾的差不多了，我也该回去了。别着急，你还没看我给你送的礼物。礼物？什么礼物呀？来，跟我来。好漂亮啊！这不是我的旗袍吗？被你这么一弄，还真像艺术品啊！喜欢吗？当然喜欢。现在我相信你是一个很棒的设计师了。这个房间是我特意布置的。你看这装饰，我是在你推荐的艺笔店买的。如果你喜欢，我把它们送你。送我？嗯。我知道你现在住的房子，房东把它卖掉。你现在到处在找房子，而你那么喜欢云沁房，我就特意给你设计这件。你的意思是，要我搬过来跟你一起住？是的。不是，你别误会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单纯的拼局。你不愿意吗？要我搬过来也可以，但是我要付给你房租。不用，我怎么能收你钱呢？我必须要给你，不然我就不搬了。你说了算。你生气啦？没有。这是房间的钥匙，只有这一把，你可以安心住在这里。你放心吧，我不会随便进来的，我保证。你过来。你离我近一点嘛。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做我女朋友。我答应你。魏哲，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嫁给蒋黎明。
你们俩不是谈了挺长时间了吗？谈再长时间也只是形式啊。我跟他其实没什么感情，就因为他们家跟我们家一起做生意，我又刚好从小跟他认识，我就得嫁给他。我觉得我现在特别像那种古代被送出去和亲的公主。你要是实在不想嫁给他，那你就跟蒋黎明说清楚。关键这件事情，我现在一点发言权都没有。他们把什么事情都安排好了，连婚期都定下来了。这可是你的人生大事啊！我觉得你必须要表明你的态度。要不你把我收了吧？啊？我说，你把我收了算了。开什么玩笑？我没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我要是把你收了，我怕老天把我收了。行了，不早了，赶紧回去吧，司机还在楼下等着呢。我还没喝够呢，再开一瓶。不，要喝你自己喝，我困了。怕了吧，胆小鬼。晚安。薛毅，本科应用数学，毕业后赴美，在波士顿大学就读工商管理，后来又转到纽约大学金融系，毕业后成功的留在了华尔街。可惜没过多久，他就赶上了金融危机，只能改行加入快速消费品行业，先后换过4家公司。2015年，薛毅加入飞扬集团，从而成为北美地区市场销售副总裁。几年下来，他的销售业绩一直都是全球第一。飞扬集团中国区因为市场部的腐败问题导致人事大地震，原总裁艾文被撤换，总部决定将薛毅派遣中国担任飞扬集团中国区总经理。薛毅到飞扬的第一天就宣布了新的政策：从今天起，所有的市场公关合作都必须要从单案例开始做起，根据效果再评估做决定是否签订长约。已经签了合同的供应商，如果设定了 KPI， 则完全按照 KPI 执行验收；如果没有设定，即可设定项目 KPI， 所有 KPI 必须可以量化衡量，无法通过考核的项目不得付款。虽然我们和小丽士奶粉已经签了合同，但是 KPI 也就是关键绩效指标还没有定，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慢慢拖。你这意思是签了合同也可以不作数的是吧？人家是甲方的大 boss， 只要他们想，就能有10000种方法。他不付钱，你能把他怎么办？很简单，舒晴，马上和薛毅建立关系，这是首要任务。飞扬集团对我们太重要了。大家干嘛呀？气氛不用这么沉重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车到山前必有路啊！我这儿呢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今天 YouFace 的顾凯雷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他们要做一个买手类的电商平台，叫态度商城，所以要把全案的策划都交给我们。确实是个好消息。我也有2个消息要告诉大家。我和 CEA 的邓曦谈了2轮，他表示愿意投资推进我们第2的 C 轮融资。第2件事情是，经过艰苦的努力，江远鹏先生把他名下所有的股份全部转让到了江大林的名下，所以各位可以放心了。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社会影响，我们已经和彭坤案没有任何的关系。在此，我也代表大家
感谢江总一家，谢谢你们对各位合伙人、对公司负责的态度。其实，应该是我感谢大家，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家的宽容和照顾。 谢谢。既然股权已经很清晰了，再加上 CA 资本的进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提议，马上重新启动 IPO。好啊！薛总好，我是舒晴。不好意思，我是 Cici，能让薛总接个电话吗？薛总说他今天一整天都要开会，谁的电话也不接。Cici，你看我们俩都认识这么久了，我也不拿你当外人，你帮我忙呢，我也不会辜负你。你看我都跟你约了3次了，你每次都说他忙，到底什么意思呀？真不能怪我呀，我不是不想帮你，是真的帮不上。那这样，你告诉我他跟哪家约了？一家也没约上，别说你们供应商了，就连商会的活动他都不去。上星期公司为他办的欢迎派对都被他削减了预算，一切从简。他就整天待在办公室，谁的电话也不接，谁也不见。是这样啊，那我有事再联系你，拜拜。他怎么来了？这么巧啊！你在这是不是为了等薛毅？对不起，无可奉告。那我就当你默认了。你一会儿别跟着我啊！我在高尔夫球场碰到民事公关的人了，他们肯定也是在等薛毅，估计今天也没期望我。我跟着他们呢，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你放心，我要是搞不上，他们也别想搞上。转了一圈是吗？喂，我在7号洞这边，你在哪儿啊？事儿办得怎么样 ？OK。
咱们都是老朋友了，那我说话就不绕圈子了。其实我们今天来找你呢，就是想跟你聊一聊，在重启 IPO 的时候，能不能把 Stella 推到前面去，让她成为迪奥上市的核心人物？是这样啊。这企业啊，要想做大了，一要看盈利，二要看故事。DL 的故事讲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到将来的发展。如果能成为这个故事的主角，那以后在 DL 的位置，那必定是举足轻重的。邓总，我也实话实说，我非常希望能够成为这个主角。这么说并不是在争什么，而是因为 DL 现在的情况，我是最适合坐在这个位置的人。而且我也是 DL 最有价值的人。没错，DL 现在除了江远鹏、江总以外，就属 Stella 资历最老，贡献也最多。他不仅是整个 DL 团队的核心人物，而且他也是整个上海公关界的一面旗帜。由他作为 DL 上市的门面，无论对于 DL 还是 CEA， 那都是最好的选择。这首《调虎离山》玩得不错。于公于私，Stella 都是最好的人选。可是我最近听到了一些传闻，也不知道真假。你的婚姻最近是不是出问题了？哎，邓总，这件事情呢，我们正在处理。哟，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是吧？这大众对于这种花边新闻那是敏感得很，你稍微一个处理不当，就会直接影响到 DL 的上市。你是做公关的，你当然比我更懂这个，对吧？关于这个主角，我们其实是有人选的。江大林虽然年轻，但是完全可以打造成90后年轻企业家的典范。还有那个魏哲，那更不必说了，公关界的传奇人物。他们俩不管是谁，目前都比你的麻烦要少很多。站在我的立场，我当然是希望你能够成为这个主角的。那毕竟，我是因为对你的信任，这才积极的推进 CEA 和 DL 的融资。这个忙我可以帮，但前提是你要保证 CEA 和我在 DL 上市之后的利益最大化。邓总，我可以向你保证，完全没有问题。我说到做到。另外也请你放心，我会在最快的时间之内把我的私事处理干净。好极了，根本就没有谈上几句，他就推说有事儿先走了。那么清高啊，这怎么做生意啊？假洋鬼子，这才来中国几天呀，他就自己以为是大佬了，他也不想一想，艾文这几年给飞扬挣了多少钱？不是说走也就走了吗？什么大中华区的总经理，也就是个高级的打工仔罢了。刚到公司，和公司还在蜜月期，新官上任3把火，我觉得他就想搞点动静出来。不急没事。男人嘛，要不然贪财，要不然好色，时间长着呢，他会露出马脚的。我看未必，这个薛毅啊，肯定是有2把刷子，不然飞扬总部也不会这么信任他。派他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是个硬茬子。哎，你听说了吗 ？CEA 看上 DL 了。CEA 资本，那可是个大的资本公司啊。我记得铃铛网就是他们投的吧？是。还有国内几个大的 TMT 公司，好像都有 CEA 的钱。见客户1分钟都不迟到。你约的我，我是你亲老公，这一迟到就是半个小时。哎，我问你啊，你约那个小奶狗的时候，
你会迟到吗？我想肯定不会。你不仅得早到，而且还得车接车送，着急呀。你想要什么？单刀直入。哎，来，过来坐来。好久都没回家了，来，咱们坐下来慢慢聊，喝咖啡啊。你想要什么？很简单，2个字：公平。你呢，赚得多，车子归你，房子归我。因为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陆家嘴这边呢，我已经住习惯了，别的地方呢，我睡不着觉。存款呢，咱们俩1人1半，然后每个月呢，你再给我5000块钱，就够了。啊，还有，你那个第2公司的股份呢，也得有我一份，千万别忘了。你真的是疯了，竟然好意思说公平！这房子从买到装修，你1分钱都没有出过，房产证上也没有你的名字，你还好意思跟我要房子？哎呀，有没有我的名字，我好不好意思，都得有我一份。你不是有律师吗？你懂法呀，这是国家的规定。国家保护我们弱势群体。是你出轨崔英俊，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弱势群体？我告诉你，房子的事情你想都别想，车子可以给你，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做过的，我是不会要的。至于股份、存款，你1分钱主意都别想打。那每个月5000块钱，你要点脸吧。如果你想继续在酒店销售圈混下去的话，我劝你收敛点。哎呀，威胁我，想断我饭碗？不好说，走着瞧呗。万一哪一天你真的被辞退了，以你的条件和能力，勉强混个保安、糊口什么的，应该是可以的。但如果想动不动送人几万块钱的包，我看估计就难了。是，可以选择当个保安。我送人家几万块钱的包，你送什么？几十万的表，死命去！你心也太狠了吧！那小奶狗大学可还没毕业呢，比你公司里面那些实习生年纪还小吧？你怎么下去口的？你不能为了自己的快乐去坑害人家青少年吧？哎，你的父老，你的正事啊！你脸上这些皱纹，你给我滚远点儿！小娇，那小奶狗就离你这么近啊，就这么近。你脸上这些皱纹，大哥看得一清二楚啊，心里不出的话吗？哎呀！好，大事情马上来，我再进你一笔，家暴。崔英俊，法庭上见。
妈。妈，你怎么又来了？昨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没睡，我觉得有些事情我必须要提醒你。什么事儿？重启 IPO， 你很高兴对吗？大家都很高兴。但是你别忘了，这 CEA 是 Stella 带进来的，他一定会利用这次融资机会，想方设法笼络人心。我知道，Stella 跟邓曦很熟，融资就要讲故事，讲谁呢？邓曦肯定讲Stella，而不是你。我已经问过何律师了，一旦融资成功，董事会的席位肯定要增加，而增加出来的这个席位，一不留神就会成为Stella的人。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如果再选总裁，我们就没有票数上的优势了。琳琳，你现在只有一个朋友可以信任，魏哲。凡事多跟他商量，记住，无论什么时候，你的责任是绝不能让 DL 公司改姓。薛毅平时的爱好健身、高尔夫，酷爱游泳。上大学的时候是游泳队的一员，喜欢写作、看书。初中的时候在报纸上发表过散文。到了美国之后，还是戏剧社的成员，演过《李尔王》。文青，全才。他还喜欢新生事物，非常重视对社交网络的利用。当时飞扬旗下有一款健身饮料一直不畅销。后来，薛毅请了大批的好莱坞明星跟社交名流，让他们去健身房的路上拿着这款饮料，或者是拍照片发到网络上。结果很快，这款饮料成了网红，销量暴增。我知道这款饮料 ，NG， 包装颜值特别高。由于薛毅的到来，我们跟飞扬集团的关系迅速下滑，原因一共有2点：第一，他不信任我们，觉得像我们这样大型的供应商一定跟安慰有私下交易，并且他固执地认为这就是中国的国情。所以有意要跟我们保持距离。第二，新官上任的通病，人都喜欢用自己挑选的团队做事情，这样更得心应手。所以我们现在的处境就很尴尬，前任的好处还没捞着，想讨现任的欢心吧，又挨不上。你现在说这些没用，得想办法。就算薛毅要换新的供应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更何况我们的合同已经签了，他怎么样都绕不开我们。所以，与薛毅重建信任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怎么重建信任？你现在打电话他都不肯接。我需要一段时间，一段能让薛毅坐下来听我讲述的时间。1个小时，不，半个小时。我有信心能让薛毅认可我们的方案。要不哪天他回家路上，我给他一闷棍，把他装麻袋里带回来，五花大绑让他坐这儿，好好听你说。好吧，现在头脑风暴，怎么样才能化解这种尴尬？怎么样能让薛毅愿意给我这半个小时？那个女孩是谁啊？好像跟他很亲密。啊，忘了说了，薛毅之前的女朋友也是他们游泳队的。Hello everybody，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来给你们送咖啡。谢谢啊。不客气。在那边怎么在？叫你出去了。去哪里了？不知道。那我给他打电话。Sorry，keep going。什么玩意儿？安妮，什么事情啊，魏总？能不能去我办公室聊会儿天啊？今天啊，不好意思，我还有急事，改天吧。那你找江大林什么事儿啊？保密。等等，能不能把身体往左边转一下？
好，把脸侧过去。什么意思啊？按我说的做，把脸侧过去。好，看我，笑一下。笑一下嘛。漂亮。都脑子瓦特了。邓总，我就开门见山了啊。宏伟已经把 DL 推进 IPO 的相关材料，以及我的相关材料全部发给你了。怎么一直没有见宣传的动静啊？是出什么问题了吗？我一猜就知道你是为这事儿来的。材料我看过了，材料本身没问题，但你有问题。还是关于我离婚的事情，对吧？我说了，我会尽快把这件事情处理干净的。现在可不只是你离婚的事儿了。那个男学生是怎么回事啊？那照片现在传的到处都是。你说，咱们这么聪明的人，怎么能在这种事情上犯这种错误呢？邓总，那纯粹就是个误会。我跟那个男学生没有任何关系。我那天心情不好，喝了一点酒，之前帮过他一些忙，所以我们俩多聊了2句。那些照片一看就是有人别有用心呐。这照片是谁拍的啊？拍出来什么目的？你觉得吃瓜群众对这些感兴趣吗？你是做公关的，你应该了解呀，他们真正关注的热点到底是什么？你况且这种丑闻一出来，那传播的速度比什么病毒都要快的。啊，我这话说的有点不恰当啊，但这是实情。咱们是之前呢是有言在先，我们公司呢帮着你们 DL 上市做宣传讲故事，我是一直力挺你来做这个女主角的。可现在我怎么宣传呢？我不敢宣传，我稍有不慎再把你这个女主角给宣传成个反1号，那不就麻烦了吗？邓总，我明白你的意思，还是那句话，无论是我离婚的事情，还是其他什么的，我一定会尽快处理干净的，绝不会让这些事情影响到我，影响到 DL 上市。这就对了 ，DL 上市这才是关键，时间不等人，尽快。郑琦，你还记得吧？就是住306的那个。哎呀，经管系的呀。哎呀，你就说什么事儿吧，为什么非得来你这儿啊？郑琦出事了。先喝点水。刚来的路上听邦尼说，你出了点事儿。我们公司逼着我辞职。辞职？为什么？我被性骚扰了。你先别急，你慢慢说。上个月初，我被派给新老板当助手，他是我们公司的创始合伙人，能跟着他干活，像我这样的底层分析师，简直就是3生有幸。后来才知道，是我太天真了。上个月，我跟他去外地出差，那天很晚了，我突然接到老板的电话，他说邀请我一起吃宵夜。我的老板是美国人，他为人风趣幽默，知识渊博。我觉得跟他在一起能学到很多东西，他好像也很欣赏我。我们聊了很多，直到饭店打烊了，我们才回酒店。谢谢您今天的热情款待啊！他把我送到房间门口，早点休息。突然说：“郑琦，其实啊，我跟你聊天也挺开心的，所以我希望咱们可以继续聊。回我的房间，我那边还有好酒呢。”
我的潜意识告诉我应该拒绝，可是他是我老板，我开不了口。接下来，不能再喝了，我喝醉了，我要走了，不然明天起不来了。起不来就不要起来。不行不行，我要起来的。真美，是我把你调过来的，因为第一眼看你我就觉得你太漂亮，你跟那些其他的女人完全不一样，我是真的很喜欢你。皮特，我真的要走了，我明天真的有会。不用走，放松。皮特，你喝醉了，皮特，你别这样，皮特，你别这样，你喝醉了。你别这样，你真的喝醉了。你穿的裙子真的太美了，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男人都喜欢女人，不知富二，太美了。皮特，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别这样，求你了，你放开我，皮特，放开我。你被老板性骚扰，所以你就举报了他。老板为了报复你，让公司逼你辞职，是这样吗？是的，公司最多赔我2个月的工资，可是公司一切照旧，还会有其他女员工跟我一样遇到同样的遭遇的。我想把事情闹大。郑琦的意思是，你是干公关的，他想请你帮他讨回公道，他要求他们道歉，让那个渣男受到惩罚。欢迎各位加入O2科技。接下来我念到名字的同事，请到前面拿起你们的入职资料。叶东烈，老师好。你就是叶东烈啊？你一会儿啊去培训教室，然后去拿电脑。有什么问题啊，随时来问我。谢谢老师。我和 Stella 是好朋友，你见到她呀，给我带个好。Stella，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今天我入职了，我们公司很多的领导都认识你，而且人力资源总监还特意让我代他向你问好，谢谢你啊。恭喜啊！既然找到工作，就珍惜这个工作机会啊。另外，最近你不要跟我联系了。我没有别的意思，最近我事儿太多了，太忙了。还有你，工作的时候别聊私事儿。OK， 我知道了。江总好。走。江总好。你陪他坐一会儿。你同学的老板是他吗？对。这个忙我们不能帮，不仅我不能帮，你也不能帮，这单不能接。为什么呀？你知道他是谁吗？方彼得 ，CEA 资本的创始股东、高级总裁。CEA 资本。请问你做功课了吗？
对，这个忙我们不能帮，不仅我不能帮，你也不能帮，这单不能接。为什么呀？你知道他是谁吗？方彼得 ，CEA 资本的创始股东、高级总裁。CEA 资本？请问你做功课了吗？我们现在 IPO 融资靠的就是 CEA 资本，你要去告人家的高级总裁、创始股东，你想干什么？你是说，你不能帮我了？张琪，真的对不起，我不知道方彼得原来是 CEA 的创始股东。现在我们公司正在和 CEA 谈 C 轮融资的事情，这关系到我们是不是能够重启 IPO。如果我要是帮你了，去告方彼得，那等于是我们跟 CEA 对着干。如果关系闹僵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合作了。我懂了，谢谢。那就这样放过方彼得了吗？别说是郑琪了，我都咽不下这口气。现在和 CEA 合作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这关系到整个公司的利益，所以郑琪，真的对不起。谢谢你，张大林，给你添麻烦了。郑琪，郑琪。拒绝你的同学了？对，很好，学会考虑客户利益了，有进步。飞扬这一块的业务，目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赢得新老板薛毅的信任。我们已经尝试过很多的办法了，但是依然没有任何的进展。我有一个主意，也许有用。照片中间的这个女人像谁？像不像邦尼？很像。照片上的女人就是薛毅的前女友。他们俩从大学就开始谈恋爱，直到薛毅去了美国，两个人还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异地恋。后来好像是因为薛毅不能回国，他们俩才无奈分手的。你想干什么？我想让邦尼去接近薛毅。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想让邦尼利用他长得像薛毅前女友的优势，去接近薛毅，赢得他的好感，然后再说服薛毅跟我们见一面，或许事情就会有转机。当然，我们会付给邦尼酬金的。你告诉我什么叫利用？你告诉我什么叫利用？你把邦尼当什么了？你给他多少钱，他都不会去的。你这么做跟方彼得骚扰郑琪有什么区别？女人是工具吗？你别激动，我知道你因为郑琪的事情情绪不太好。我根本就没有激动。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没得聊，别想打我闺蜜的主意。挺准时啊。什么事情呀？还要单独约我见面，背着江达林偷偷约会她的闺蜜，这可是犯忌讳的。知道犯忌讳你还来？我来呢是想证明一件事情。什么事儿啊？我听说你是个不婚主义者，我来就是想证明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你觉得呢？直觉告诉我，
你对我有意思。你那个眼神我懂的。你真自信。还记得小律师奶粉吗？不是已经签约了吗？那一单还有我的功劳呢。没错。但是我们一签了合同，飞扬集团的老板就换人了。新老板觉得我们跟前任老板接触过多，怕我们有猫腻，一直不肯跟我们见面。So，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要尽快跟新老板建立信任。于是我想到了你。Excuse me， 你可是大名鼎鼎的公关专家，手眼通天，人脉广泛。我连个小土豆都算不上，找我有什么用啊？看看这个，什么意思啊？那个女的像谁？这貌似有点像我。完全正确。她就是飞扬集团新老板的前任女友。我希望你能帮我去跟她接触接触。我明白了，你这是要打感情牌啊？你找我是因为我长得像他前女友？你猜对了，所以我对你的人没有兴趣，我对你长得像他感兴趣。长相相似只是个偶然，我观察过你，你有别人都没有的能力，你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完成对一个陌生人甚至一群陌生人的情感突破。我觉得你非常有做公关的天分。如果哪天你不想当老师了，欢迎你加入我的团队。这个嘛，我可要好好考虑一下的。主要是多吗？条件可以谈，但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愿意来帮这个忙，你就等于帮江达林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怎么说？小律师奶粉是第二最大的客户之一，而且一旦做好了这个客户，我们不仅有机会争夺飞扬集团旗下其他的品牌，还可以作为样本客户，有便于我们去争取其他的业务。我明白了，就好像我教对外汉语，如果我的学生里有个比尔盖茨什么的，那就是个活广告呀。你很聪明啊。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能告诉江达林？我跟江达林提了，他一口就把我回绝了，说我这是色诱，滑稽吧？达林就是这个样子的呀。但是我觉得你跟他不一样，我认为，如果把这件事做了，不仅可以帮到他，你还可以赚到钱。这种一举两得的事儿，我相信你一定会做。有的不错，受过专业训练吧。谢谢夸奖。宝宝们，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I'm Bonnie。每天早晨游两圈真的是好舒服呀！我现在觉得整个身体都舒展了，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活力，随时可以应对每一天的战斗。当然了，游泳虽然非常的好，但
但是有一点，宝宝们千万要注意呀，就是游泳池里有大量的细菌，会伤害我们的皮肤。游完泳一定要好好的清洁。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你们记得要想我哟，拜拜。你是在拍广告吗？我在直播呢。直播推荐产品？对啊。有人看吗？还行吧。我虽然不红，但推荐美妆护肤还是有挺多女生来捧场交流的。你是哪个公司的 ？What？ 这个会所是会员制的，平时这个时间很少有人来，来来回回就那么些面孔，我都认得。但是你，我是第一次见，况且要不是什么特殊途径，他们不会允许你在这拍摄直播。而且你一路拍摄，他们也没来阻拦你。请问你是哪个公司的？被你看出来了，好吧，难怪他们说你精明。他们是谁？我朋友是 DL 传播的。DL， 这种公关的手段太拙劣了。他们只是想约你见个面，跟你聊聊小丽是奶粉的事情，可是一直都约不到。听说你喜欢游泳，我就自告奋勇来偶遇了。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难缠呀？合同都已经签了，就应该重合同讲信用，干嘛还推三阻四的？想违约想赖账啊？你平时说话也这么直接吗？都被你看穿了，还有什么好装的呀？反正我也没有恶意。说起来呢，我还得谢谢你，要不是有 DL 报销，我可舍不得花钱来这么高贵的会所。那你就不怕你把什么都跟我说了，反而弄巧成拙，害了 DL 吗？不至于吧？你这么大老板，就因为我说了几句实话，你就开始怀恨在心，蓄意报复呀？这也太没品位了吧！叫什么名字？Bonnie。Bonnie， 游泳游得不错。哎，你等会儿，你就不能见见 DL 的人，给他们一次阐述的机会吗？我是不会见他们的。Why？ 我不知道你的朋友是出于什么目的，让你以这种方式接近我。But business is business， 我不会因为这样一次偶遇而影响我工作上的决策，所以很高兴认识你。But sorry。OK， 你说 business is business， 可你自己也没有遵守这一条呀。此话怎讲？你看 ，DL 传播已经跟你们公司签了合约了，合同是摆在那里的。就算你对人家不信任，你好歹给人家一次解释的机会吧。30分钟，耽误你30分钟都不可以吗？哦，听都没听过，见都没见过，直接就否定了，这也太不公平了吧！而且据我所知，你们小丽式奶粉是急着要上马的，你现在临时更换供应商，时间够吗？来得及吗？除非你有私心，或者你有关系户，才非要更换供应商不可。你挺能说嘛。摆事实讲道理而已啊！好，就冲你这么能说，我给他们一次机会。记住了，只有30分钟。
主播之前推荐的芋泥网用过吗？一直在用，你看效果特别好。薛总，薛总，那个 DL 传播之前的内审方案通过了吗？通过了 ，DL 才刚跟付阳签约不久，没有任何资金的来往，所以没什么可查的。那这样，你通知 DL 的人，这周带着方案过来。嗯，好。谢谢啊。你刚才是在看直播吗？是。你平时都看些什么类型的？美妆护肤的看的多一些，还有卖衣服的，但是那些直播在线唱歌的，不太看。还有直播唱歌的？是啊，还有直播吃饭睡觉的呢。那看来是国内流行文化的一种了。特别流行。继续看吧。书群已经接到飞扬的电话了，薛毅答应星期3见他。那你准备怎么感谢我呀？当然说到做到啊，酬金我会打到你卡上的。我跟你开玩笑呢，我那是为了钱吗？我是为了我的闺蜜江达林。那也别跟钱过不去啊。我这有点事儿，咱们回头聊。好，拜。拜拜。妈，你还是让邦尼找了薛毅，对不对？不用跟我嬉皮笑脸的。来，你给我解释一下，这笔钱是怎么回事啊？还弄个什么路易斯代收？你以为我不认识是吧？这个账号可是邦尼的，我帮他还过钱，我认识，你瞒不了我。我找你没用啊，我只能去找他了。而且人家邦尼这么优秀，为什么不给人家一个舞台去施展才华呢？我跟你说啊，我准备找邦尼去聊一聊，我要诚挚的邀请他加入我的团队。你敢？她可是我闺蜜，你能不能对我尊重一点？没经过我的同意，你不许用我的人。可这招管用啊！出奇制胜，现在薛毅已经答应见淑琴了。你这是什么招啊？你这叫色诱！哎呀，别把话说的这么难听嘛！你看啊，现在邦尼赚到了1万块钱，我们的问题也解决了，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不许打邦尼的主意。吃醋喽！流氓！好吧，我承认，魏哲是找我了。你看你那个表情，人家也没对我怎么样，就只是让我帮他搞定薛毅而已嘛，有什么问题吗？你这么轻易就答应了？哎，他这是让你去色诱哎！就你说话难听，魏哲出钱，我出力，这很公平啊。再说了，事情不是都解决了吗？他这是在利用你，他把你当什么了？你们干公关的就是要靠人脉，靠交情。那我还帮你搞定过严小慧，你怎么不说呢？这2件事情是一个性质的吗？有这么比较的吗？哎呀，我觉得你就是想太多了。魏哲挺好的，一心为你，为公司，人家现在帮你解决这么大个难题，你还这样背后说他，不仗义啊？啊，你现在向着谁说话呢？你俩穿一条裤子的，是不是啊？我就事论事。喂，什么？好，我知道了。郑琦吃安眠药自杀了。啊？
怎么样？手续办好了？怎么样了？还没醒。不过刚刚医生来说了，洗了胃，应该是脱离危险了。真是太悬了，他吃了大半瓶的安眠药，要不是他同事接到了客户的电话，说他失了约联系不上，然后觉得不对劲去看了一眼，说不定现在人都不在了。他刚刚丢了工作，又差点丢了性命，所以一会儿等他醒过来，咱俩最好什么都不要说，对他没好处。你刚才说他丢了工作，为什么呀？我听他同事说，昨天 HR 找了郑琦，说他什么业绩不达标，逼着他让他主动离职，这一看就是借口呀，肯定是方彼得那个人渣，仗势欺人。你说这郑琦明明是受害者，结果呢，工作丢了不说，还被人污蔑成说是因为勾引上司未遂才被开除的，你说气不气人啊？这要是我也想死。达林啊，你就不能帮帮郑琦吗？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也不是不想帮他，可是我现在情况你也知道啊。江达林，你一直都很有正义感的。你说，当年张小丹污蔑我偷钱包的时候，那只有你站出来替我打抱不平啊。现在郑琦也一样，被人欺负了，而且遭遇比我更过分，你怎么就不能同样也帮帮他呢？是，你现在已经是总裁了，公司的利益高于一切。可是你想想，你是怎么处理董小鹏撞人的事情的？又是怎么替杨默讨回公道的？对这些陌生人你都能这样，那怎么到了自己同学面前你就退缩了呢？难道他跟你的友情还比不过你的那些冷冰冰的生意吗？还是你觉得像我和郑琦这样，没家世、没背景，只能靠着自己的努力辛苦向上爬的女人，就活该被那些人侮辱和践踏呀？扯哪儿去了你？越说越远，说什么呢？郑琦来找你帮忙，那一定是鼓足了勇气。现在除了你，已经没有别人可以帮他了。他这是彻底绝望了，所以才选择了自杀。说句不好听的，你的拒绝很可能是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著名投行创始合伙人性骚扰女下属，女下属不从反被辞退，你怎么想出来的呀？我是干这个的呀。长微博写得好，必须得是标题党，每个词儿都要性感，每个字儿都必须要夺人眼球。反正我看到这种标题，我肯定想点进去看，对吧？哎呀@CEA 资本金融投资圈金融大鳄王国强，还有石学会严小磊随便记。哎呀，这下肯定能够声势浩大。
琪，微博写好了。加个图片。哎，你可想好了哈？这篇长微博要发出去，开工就没有回头价。我知道。神秘，什么事儿？哎呦，哎呦，Peter，实在不好意思，一大早就把你叫过来。有个事儿啊，想跟你核实一下。说吧。你以前那个助手叫郑琪，这个人呢，他发了条微博，说是你骚扰了他。郑琪说我骚扰他。这微博上是这么说的。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今天这个郑琪说我骚扰他，那如果明天有一个女人过来抱着一孩子说，哎，这是方彼得的孩子，这些你都信吗？不，你得有一点自己的判断力。你是股东，但是也是 CEO， 我花了那么多钱请你过来，这么一小屁事儿。你自己管不了，还得叫我过来问我，这像 CEO 吗？啊！别烦我，自己处理。你是说抒情已经到飞扬和薛毅见上面了？哼，还真有他的。哎，那 CEA 投资 DL 的事情有什么新的进展？你别告诉我钱已经投了。那倒没有，他们还在尽调。不过刚刚 CEA 出了点事儿。什么事情？有一个女员工说方彼得性骚扰她，发了一个长篇微博，动静不大，都是投资圈的人在底下悄悄传播的。这标题起得还挺专业呀。我的意思呢是这篇文章写得很高级，一看就是背后有高人在指点。我不相信一个女职员能写出这么专业的文章，一定是同行。同行？进。严总你好。沈总，这是你要的资料。我已经详细调查了这个郑琪的生平履历，发现他和江达林是大学同学，他们两个已经很久没联系了，但是最近，他却突然到 DL 找江达林。老袁呐，这什么事儿你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啊？你把我约这儿来干什么呢？这事儿啊，还真得保密。什么事儿啊？我看了贵公司员工郑琪写的那个长篇微博，我没有看到你们官方的回应。作为一个搞公关几十年的老兵，我觉得你们这次对危机的处理有失水准。什么危机呀？这不过是一个离职的小员工发泄牢骚罢了，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就是一颗小螺丝钉，也能坏了一台大机器。什么意思？
著名投行创始合伙人性骚扰女下属，女下属不从，反被辞退。投行合伙人性骚扰女下属不从。哎，这个标题，每一个词儿可都是关键词，这凭谁都想点进去一探究竟吧。你到底想说什么呀？这篇微博呀，非常的标题党，内容和文笔都是专业的，除非你们那个小员工天赋异禀，要不然他写不出这么符合规范的微博。这更像是公关人的生活。出于好奇，我呢就简单的去查了一下，你猜我发现了什么？什么？我发现了贵公司的员工郑琦和 DL 传播的总裁江达林是大学的同学。虽然他们已经很多年不联系了，但最近郑琦恰巧去找了江达林。专业的文案水平，巧合的见面时机，加上两个人的关系，这3种元素搁在一起，邓总，就算是我不说，你也应该得出结论了吧？张总，我问你啊，郑琦跟你是同学，对吧？啊，是。很好。这郑琦啊，昨天晚上发了条微博，指名道姓的诬陷方彼得先生性骚扰了他。江总知道这件事吧？嗯？哎，江总，不说话，那我就当你是默认了。好，我再问你啊，这条长微博呀，条理清晰，煽动性极强，而且选用的标题都是便于搜索的热词。您是专业搞公关的，你帮我看看，这像是他写的吗？邓总，你到底想说什么呢？就是问问江总，这条长微博是女方的手机写的。江总，到底怎么回事啊？是我写的。还算是敢做敢当，江总。废话我也不说什么了，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马上让郑琦删了微博，同时公开向我们公司以及方彼得先生道歉。对不起，做不到。我没听清，能再说一遍吗？性骚扰是事实，要道歉的是 CEA 和方彼得。你太有正义感了！我以前就听说你们 DL 啊，专门跟自己的客户对着干。我以前还不相信，我今天算是领教了。一边呢可怜兮兮的求着我们给你们投资，另一边在背后捅刀子。你们这叫什么呀？嗯，这叫白眼狼！邓总，你也不用骂人吧。这件事情纯粹是我个人行为，跟 DL 没有关系。个人行为？你算老几啊？你要不是 DL 的总裁，我知道你是谁呀？我叫你几句江总，你真把自己当回事了？这是笑话。要不是你老爸出事跑路了，这 DL 轮得到你做主吗？我要不是看着其他合伙人的面子，我疯了，我吃饱了撑了给你们这个小公司投资。曾总，有事说事，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见我说话难听，别把事干这么难看。我说你一个好好的独立公关人，你跑这个破公司来掺和什么呀？
你脑子糊涂了？追女孩儿？你说追个女孩儿都快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哎，你不是不婚主义者吗？你看看，打着不婚主义的旗号，可以名正言顺的到处追女孩儿。你再把刚才的话给我说一遍。我说怎么了？你就是假正经。邓总，都坐下。有什么话好好说嘛。我们现在本来就是应该想办法解决问题。怎么解决问题啊？这什么态度？这怎么解决问题？你也不是什么好人物，这孩子都那么大了，到现在不敢承认孩子的爹是谁。你是为什么不敢承认孩子的爹是谁呀？邓总，还有你，一个大男人，可怜兮兮的，就那么几个客户，那还都是靠着女朋友，还是前女友，还不止一个，可把你能了。你除了哄女人，你还有什么本事啊？我招你惹你了？招我了，惹我了，满屋子人都惹我了。一个个的都什么人呢？好意思的，我真是眼瞎了，居然给你们投资。我告诉你们啊，我的钱，我哪怕是捐了，我哪怕去喂狗，我也不会喂你们这群白眼狼。一个小公关公司，还想树立完美形象，可笑吧？有本事咱就把事弄大，打官司，咱慢慢还。我们 CEA 有的是钱，咱们走着瞧。江总，你是不是应该说点什么呀？江达林，你知不知道为这件事情我做了多少努力？我说了多少好话，磕了多少头，做过多少揖，好不容易才让他们同意投资我们 DL。你现在可好？为了你心中那可怜的道德感，把我们所有人的利益都出卖了。哎，请问，你想不想要这间公司了？你还想不想要 DL 上市了？拜托，以后做任何决定之前，你可不可以先想想，你是个总裁，想想我，想想我们身边这些合伙人。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陪着你一遍一遍的玩。帮你一遍一遍的擦屁股。说起来，我们 DL 最近还真是倒霉，本来是个挺有人气的公司，突然老江总出了事儿，一下子被打到谷底。费了多大的劲，现在终于要咸鱼翻身了，你怎么那么不知道珍惜呢？都别说了，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其实我原本以为用郑琦的微博发出来，没有人会发现是我。我也没有想过要连累爹，我更不知道会闹得这么严重。郑琦是我的同学，发生了这种事情，我真的很同情他。他来找我，我不可能不帮忙。